大家好，我是吴用山人，欢迎来到吴用调查。一个正值壮年军旅出身、体格健壮的男人，却在一夜之间无故暴毙，死因不明。而他的弟弟是整起案件最大嫌疑人。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起故事：谜样的血液，釜生烛影事件。故事发生在公元976年，北宋的首都开封。而故事的主人公赵匡胤，字元朗，汉族人，他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出生在后唐的洛阳加马营，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桥东。赵匡胤是行伍出身，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原本是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屡立战功，被提拔赏识，担任军队要职。公元951年，郭威篡位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华州副指挥使，郭威养子柴荣继位后，赵匡胤被升为殿前都点检，成为禁军最高统帅。后来在陈桥兵变中被拥立为帝。后周恭帝被迫禅位，同年赵匡胤登基为帝，改元建隆，国号宋，是为宋太祖。登基之后，解除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自唐朝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在赵匡胤治理之下，民生各方面都获得了大幅的提升。武功方面，赵匡胤南征北讨，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策略，先后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中原大致底定。赵匡胤也计划用兵北方北汉以及契丹政权，收复自唐末五代十国之后落入北方游牧民族的汉人之地，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燕云16州。此时天下大治，宋朝国力日上，有着一片雄心壮志的赵匡胤准备要继续完成霸业。就在这时，年仅50的赵匡胤却突然暴毙，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征兆。前面说到宋太祖南征北讨，是马背上打天下的武将出身，身体自然比一般人强壮。况且宋太祖本人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患病的长久记录。而对于这样突然的死亡，史书上只有短短12个字记载：癸丑系，帝崩于万岁殿，年50。更奇怪的是，赵匡胤并不是没有儿子，在赵匡胤死后，却不是赵匡胤的儿子继承皇位，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未免起人疑窦。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匡胤到底是怎么死的？神宗年间，一位名叫文莹的和尚写了一本书，里面就写到了赵匡胤临死前所发生的事情，书名叫做《续香山野录》。这本书算是笔记体拜官野史，不是正史。不过这位文莹和尚与朝廷高官显贵多有结交，经常出入于达官贵人之家，了解了很多关于朝廷恭维上层社会的传闻，多少有些可信之处。我们来看看《续香山野录》是怎么说的。10月20日这天，本来是晴空万里的天气，不知怎么突然下起了大雪。夜里，太祖突然急急忙忙地传召宫中侍卫打开皇宫大门，宣召晋王赵光义入宫。太祖平退宫女和宦官，在寝宫设宴招待赵光义，兄弟二人举杯对饮。宫女和宦官在门外，但仍能远远地在烛影摇晃中隐约看到一些情形，只看到赵光义有时离开座位，摆手后退，好像在躲避和谢绝什么。两人喝到3更时分才结束。这时寝宫外落雪已积累数寸之后，太祖送弟弟赵光义出寝宫，用祝福戳了戳雪地，还对着晋王赵光义说：“好好的去做吧。”因为喝得太晚，晋王赵光义当晚留宿宫中。随后太祖回寝宫宽衣睡觉，不久就响起了鼾声，而到了5更周围就没有听到声音了。原来这时太祖已经驾崩，赵光义接受遗诏，在赵匡胤灵柩前匆忙登基为帝。等到天亮，赵光义带领群臣环绕屏风瞻仰太祖遗体，却见遗体温润光洁，就像刚出狱一般。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太祖急传赵光义到皇宫，却也没说为了什么事情。兄弟两人对饮到深夜，在场没有第三者谈了什么不得而知，史书也没有写。平退宫女和宦官似乎是为了不想让人知道谈话内容，所以推测谈话内容似乎是极为私密的谈话。宫女和宦官是唯一目击者，他们只能从远方看着烛影跟釜声判断席上发生的事。而照目击者的描述，宫女和宦官是在3点时听到鼾声如雷，到了5点周围安静无声之后才听不见声音了。由此研判太祖赵匡胤死亡的时间为3更过后5更之前，也就是现代时间的凌晨3点至5点期间。从记载中我们看不出来死因是什么，有可能是自然死亡，但是不排除他杀的可能。前面原文提到，世系太宗留宿境内，意思是说这晚晋王赵光义在宫中留宿。所谓境内指的就是天子所居住的地方，戒备森严，
出于皇帝的安全考量，一般官员甚至是皇室家族成员都不能在这里留宿的。但是那一天晚上，晋王赵光义却留宿境内，一反常规。如果太祖皇帝不是自然死亡，而是他杀的话，弟弟赵光义无疑是最大嫌疑人。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字廷仪，宋朝的第2任皇帝，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于哥哥上任后第2年担任开封府尹，也就是开封的市长，在位期间治理的成绩相当好。太祖皇帝有2个儿子，赵德昭与赵德芳，不过这2个儿子当时年纪尚轻，且没有什么政治历练，这就让人有遐想的空间。当年的后周世宗柴荣也是做过开封府尹之后当上皇帝，会不会太祖有意让弟弟赵光义接任皇帝之位？不过太祖本人对于皇储人选迟迟没有表态，也许这让赵光义觉得有些着急。如果太祖皇帝2个儿子渐渐成熟，自己接任皇位的几率就越来越小。任职开封府尹期间，就不断贿赂朝廷重臣，收买皇帝身边亲信，在京城内培植自己势力。人们传言，赵光义这是在为谋夺皇位做的准备。如此看来，赵光义的确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如果是他杀的话，凶器是什么？记载中现场没有发现到凶器，而是提到太祖赵匡胤曾经拿着祝符去戳地上的血。这个祝符可能拿来作为凶器吗？祝符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水晶制的小斧子，是一种朝臣出行的装饰用品，可方便随身携带，所以长度也不会超过30公分长。也有一种说法是，祝符是一种镇纸文具，用玉或是水晶做成，这2种杀伤力都极低，都不太可能将祝符成为杀人凶器。再来，赵匡胤的遗体当时让大臣们都看过了，记载是说遗体温润光洁，就像刚出狱一般。这么说来，死者赵匡胤身上没有外伤，所以说凶器不但不可能是祝符，还不可能是用刀剑弓等兵器，因为这些兵器必然会造成外伤。那如果是趁着赵匡胤醉酒时徒手将他殴打致死呢？这更不可能，因为赵匡胤是武将出身，身经百战，遭受攻击必定会反抗。在记载中我们没看到死者现场有打斗痕迹，另外在死亡时间上也无法吻合。赵光义不可能用兵器或是徒手杀了赵匡胤之后，还能让赵匡胤睡着打呼让外面的人听到。那么有没有可能使用下毒的方式呢？这一点倒是有可能的。赵光义可以在酒中下毒之后让太祖赵匡胤喝下，药性不会马上发作，只要在赵匡胤睡着时发作即可。因为赵光义疑似本人也有下毒杀人的记录。前面提到，宋朝初期统一全国时灭了许多南方小国，其中这些投降宋朝被俘虏的国君之中，就有传闻是被赵光义毒死的。不过如果以现代鉴证科学来看，如果是毒死的话，尸体还是看得出来。比如说，瞳孔缩小，嘴唇及身体其他部位会有为紫色或黑色，四肢会呈现蜷曲状，皮肤呈粉红色，且会有些斑点等等特征。从原文记载来看，看不太出来是被毒死的。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凶手是赵光义了。可是以犯罪侦查角度来看，太祖赵匡胤死前最后一个见面的人是弟弟赵光义，赵光义还是有嫌疑的。那么赵光义到底是不是凶手？能够清除赵光义嫌疑的就是赵光义有不在场证明。提出这不在场证明的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司马光写了一本书叫做《素水记文》，又称作《司马温公记文》。关于这本书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司马光在写完《资治通鉴》后，想要着手写一本有关本朝历史的书，叫做《资治通鉴后记》。这本素水记文就是为了写书而收集资料的笔记。司马光将一些听到的时事新闻一一记录下来，汇集到这本笔记中。让我们来看一下素水记文的记载。太祖死时是4鼓时分，宋皇后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一个叫做王继恩的宦官去召皇四子赵德芳入宫。这个宦官王继恩认为宋太祖想传位的人其实是晋王赵光义，于是不听宋皇后的命令去召赵德芳，而是去开封府请晋王赵光义。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发现衣冠程德玄正坐在开封府门外。王继恩突然见到程德玄，十分惊讶，问道：“你怎么会坐在这里？”程德玄的解释是说，前夜2鼓时分，有人在我家大门口唤我出去，说是晋王有病求召唤我，但我出门一看，发现并没有人。如此反复了3次，我因为担心晋王真的有病，便前来开封府探视，正在门口休息，就看见您来了。王继恩听了程德玄的话，觉得惊讶，与程德玄一起叩门而入。王继恩见了晋王赵光义，说明来意。赵光义闻后大惊，没有立刻跟着王继恩去，而是犹豫地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然后赵光义便走进内室。
王继恩却等不及了，竟然大声阻拦喊道：“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赵光义听到王继恩的催促后，便立即出来，与王继恩和程德玄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后，自己先进去通报。程德玄却不耐烦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等什么？”说完，与赵光义径直闯入殿内。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回答说：“靖王到了。”他见到赵光义乍然出现，满脸惊愕，便哭着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赵光义流泪说：“我和你们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以上就是司马光素水祭文的记载。首先，这里记载太祖死时是4鼓时分，也就是凌晨4点，这一点跟续香山野录记载差不多。两相对照下，我们可以确认太祖死亡时间为凌晨4点，基本是没错的。而这个版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赵光义的不在场证明。与续香山野录不同，素水祭文没有记载太祖与赵光义雪夜饮酒的事情，而赵光义当时人在开封府，根本不在皇帝寝宫，更不可能有下手的机会。如此一来，清除了靖王赵光义的嫌疑。可是问题来了，司马光会不会为了帮赵太宗掩饰才这样写呢？司马光在本朝任官，当时的皇帝都是太宗皇帝赵光义的后代，当然不能得罪。可是写出《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以他的人品与治学态度，会屈服于政治力吗？前面说过，这本素水祭文是司马光将一些听到的时事新闻一一记录下来所汇集的笔记，其中一大部分还是当时说书人所讲的故事。会不会司马光也觉得没有经过查证，无法写成官方记录？如果赵光义当天不在皇宫的事实是真的，为什么不见于司马光正式的著作中，也没有在其他史书中？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这样能洗脱太宗皇帝嫌疑的事情，应该要大书特书才是。在此提出一种可能性，素水祭文的记载虽然提供了宋太宗赵光义的不在场证明，但司马光之所以不能大肆宣扬素水祭文中有关太祖驾崩的记录，是因为在记录中里透露出了一个讯息，而司马光本人也可能发现了这个讯息，就是太宗皇帝取得皇位的正当性有问题。我们试着再来回顾一下素水祭文的记载，其中就会发现一些疑点。首先，皇后的反应。前面说到，宋太祖在位16年还没来得及立储君就死了，于是接班人成了问题。按理说继承皇位一般都是按照父死子继的惯例，但是宋太祖生前迟迟不立皇储，使得人们揣测，历练及能力都比2名皇子强的弟弟赵光义也是可能的人选之一。如果太祖觉得得昭德方不是认的话，兄终弟及的方式也不是不行。但不管是谁，重点是大家都不知道，太祖生前也没有公布。而一开始皇后发现太祖皇帝死了之后，她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是要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赵德芳入宫。这代表什么？会不会是丈夫赵匡胤生前有透露给皇后知道，赵德芳才是钦定的接班人选？太祖与宋皇后的感情一向不错，太祖生前很有可能会将心中的秘密透露给枕边人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就有问题。而这个宦官王继恩为什么不听宋皇后的命令，而是跑去开封府请靖王赵光义呢？他的说法是宋太祖真正想传位的人其实是靖王赵光义。如此一来，这段记载应该是反正赵光义的位的正当性才是。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宦官王继恩有可能是赵光义的内应。为什么？因为有宋一朝中就没有像唐朝或明朝一样宦官专权乱政，所以当时宦官势力不大。王继恩只是一个小宦官，怎可能有这个胆量敢擅自违抗皇后甚至是太祖生前的懿旨？除非背后有靖王赵光义指使。而接下来的情形更是奇怪，当宦官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为何程德玄刚好在那里等候？这时太祖皇帝的死讯没有传出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而程德玄好像知道王继恩会来，所以早就坐在开封府外等候他的到来。对此，这位程德玄的解释是：前夜2鼓时分，有人在我家大门口唤我出去，说是靖王有病求召唤我，但我出门一看，发现并没有人。如此反复了3次，我因为担心靖王真的有病，便前来开封府探视。这个说法实在有些牵强，连违抗宋皇后命令的王继恩也觉得惊讶，甚至都不太相信他的话。这会不会是编造出来的说辞？我们看看程德玄这个人。宋史记载，程德玄精通医术，太宗做京医尹的时候，征召他到身边，让他充任押牙之职，很信任他办事。所以说程德玄是太宗赵光义提拔的亲信，可能赵光义早就知道今天的事，所以特别派程德玄在外准备等候。照前面记载说法，是有人跟程德玄说赵光义生病，要他去开封府一趟。
也有一种可能，赵光义并没有指派程德玄在府外等候，而是派人假传晋王生，并故意引程德玄前去开封府邸的。为什么是程德玄？如果真是赵光义有意要派自己的心腹手下前往皇宫，赵光义的手下不只有程德玄一人，在这天晚上谁都可以派出前往皇宫。而为什么是程德玄不是别人？刚刚说到程德玄是医官，精通医术，会不会是赵光义利用有医术专长的程德玄对赵匡胤的尸体进行某种程度的加工，让旁人对死因无从查起，或是第一时间内让程德玄去对赵匡胤的尸体进行检查，掩盖真正的死因而做出伪造的死亡报告，让他杀变成自然死亡呢？再来，王继恩与程德玄两人都不约而同的催促赵光义。王继恩说的是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这话的意思是怕他出宫太久不回，宋皇后着急之下，又另外派人去召赵德芳了。赵光义听了之后，才决定立刻出发赶往皇宫。而在王继恩到晋王府邸之前，程德玄与赵光义都不知道宋皇后派人召赵德芳的行动。等到从王继恩口中知道了之后，程德玄也显得急躁了。所以当到达皇宫殿外，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后，自己先进去通报时，换程德玄不耐烦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等什么？”说完，与赵光义径直闯入殿内。如果两人都是赵光义的手下，从王成两人的口气来看，感觉是生怕赵光义晚了一步失去了争夺皇位的机会。两人如今已经押宝站在赵光义这一边，如果失败的话，两人的下场会非常严重，所以才会有如此着急的表现。违抗皇后命令的王继恩之后不但没事，太宗继位后还一路受到提拔，在宋朝一个小小宦官竟然能当到河州刺史这种大官，而医官程德玄后来也被提拔，甚至担任到都部署这种军事高级指挥官的职位，可见深得宠幸，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是因为两人在这一天晚上立下大功的关系。对比两人，赵光义反而显得犹豫，因为赵光义始终都不能确认哥哥赵匡胤指定的接班人到底是谁。他心中隐隐觉得哥哥指定的接班人是自己儿子而不是他。他不晓得是不是宋皇后事先已经取得了宋太祖的密嘱甚至密诏，所以他不敢贸然前行。要知道深夜无诏私自进宫，罪同谋逆，是灭族的大罪，自己直接闯入皇宫是有风险的。不过这也可以作为赵光义没有谋杀赵匡胤的理由，因为如果赵光义真的师兄篡位的话，就不会顾虑宋皇后有没有宋太祖的密诏，而直接进行夺位的行动即可。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当晚的情形是，在没有确定皇位接班人之前，谁先进宫控制局面，谁就可以抢到皇位。如果记载属实，可以确定的是，这天晚上赵光义抢在第一时间到达宫中，控制住局面，抢到了可能原本不属于他的皇位。所以司马光的素水祭文记载虽然有赵光义的不在场证明，但以上的疑点却加深了赵光义在这件事情上的嫌疑。就算赵光义没有谋杀他的哥哥赵匡胤，但肯定与赵匡胤的死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也许这是司马光不敢将此写入正式著作的缘故。南宋的一名史学家名叫李陶，将这一天夜晚的情形写进了他的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时太祖死后100多年过去了，他在动笔时相对已经没有政治上的压力，但对于赵光义有没有不在场证明一事，他比较相信司马光素水祭文的讲法。不过他并没有删去续香山野路中赵光义留宿皇宫并与赵匡胤雪中饮酒的事情，他将两个版本都收录在一起，留待后世之人考察，并改动了一些细节。对于太祖皇帝的死，虽然众说纷纭，也许只是后人过度的揣测罢了。这不是一起谋杀案，死因也很一般。以现代医学观点考证，赵匡胤身体肥胖，爱好喝酒，有高血压的几率很大。当天晚上很可能是饮酒过多引发脑出血致死。而据史书记载，太祖在生前其实身体渐渐不太好了，加上酗酒习惯导致身体恶化，病情严重的太快，导致突然因病去世。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其实在这整起事件中是被动的，赵匡胤的死与他无关。他听到赵匡胤死讯第一时间感到惊讶，就是最好证明。在不确定不知情的情况下，才会有如此反应。他没有理由行凶，因为他本来就是法定的继承人。其实有问题的是宋皇后，她想以不正当手段拥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自己做太后。而针对皇位的正当性，赵光义提出金贵玉盟之说，替自己辩解。杜太后临终前怕太祖后代即位的皇帝太过年轻，恐怕发生重演当年周世宗幼儿寡母被夺天下的历史，旨意太祖先传位于弟弟，并将这个遗命写成文书放进金柜中。后代史学家也找了许多证据，证明宋太宗赵光义的确是合法皇位继承人。目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太祖赵匡胤的死的确与赵光义无关，但是那天晚上赵光义趁机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抢到了皇位。虽然没有明显直接的证据证明赵光义杀兄夺位，
但赵光义继承皇位后的种种举动都十分可疑，比如说，太宗赵光义就位后对于太祖实录，一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编纂，似乎是想要掩盖什么。对于不利于赵光义的证据是不是就此被抹除掉了呢？如果按杜太后的意思，太宗之后皇位要传给弟弟廷美，廷美再传回来给太祖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但诡异的是，这2个皇位继承人陆续离奇死亡，死因或多或少都与赵光义有关。当年那一个下雪的夜晚，赵光义人在哪里？赵光义有没有杀了他的哥哥？太祖赵匡胤与赵光义在烛火下喝酒时，2人到底说了什么？这一切的一切，只有赵光义自己知道了。如果对这集影片有什么意见，欢迎留言指教。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敬请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并记得开启小铃铛。谢谢，我是吴用山人，下次见。